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徐凯新剧 CVB 之排第2，你比星光美丽是重播夺冠，凭啥吹？5月26日，各大营销号集体开始狂吹，说什么徐凯方圆800米重返 CVB， 你比星光美丽实第一，徐凯不愧是收视福星。乍一看好像徐凯已经完成了全民爆剧的升级，结果仔细一看数据，才发现这波通稿里的水分是真的不少。先看方圆800米，这部剧5月20日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上星播出 ，CVB 首播峰值 0.22219，成绩确实不算差，但问题是它排第2。注意，是第2，不是第1。现在很多营销号特别擅长玩文字游戏，第2能写成领跑，稳定能写成爆，只要稍微有点成绩，就恨不得吹成断层吊打。可事实就是方圆800米的数据属于表现不错，离真正意义上的霸榜还有距离。而且现实题材本来就比古偶更容易拿到一些平台基础盘，再加上江苏卫视本身的受众结构，其实这个成绩完全在合理范围内，并没有营销号吹得那么夸张。当然，我并不是否认徐凯这次的表现，相反，我反而觉得方圆800米是徐凯这些年转型里比较成功的一次。之前很多人对徐凯的印象还停留在古偶帅哥，长得帅，古装适配度高，但演技总容易被颜值掩盖。可这次他演矿区青年陈辉，寸头、原声、灰头土脸，和过去那种精致偶像路线完全不一样。尤其一些生活化细节，其实能看出他确实花了心思。比如紧张时不自觉抖手指，长期疲惫状态下的微表情，还有那种矿区青年特有的压抑感，都不是单纯靠脸能完成的。再加上丁永岱、胡可、涂松岩这些实力派演员压阵，整部剧整体质感是在线的。所以方圆800米网播热度不错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腾讯站内热度首日破2万，峰值24000以上，也说明剧确实有讨论度。但问题就在于转型成功和收视玄学根本不是一回事。现在营销号最喜欢搞的就是把平台行为硬包装成艺人体制，尤其你比星光美丽这次被拿出来吹，更让我觉得离谱。因为这部剧根本不是新剧，而是2024年播过的老剧重播。而且当年湖南卫视首播时，本来成绩就不错，谭松韵和徐凯的 CP 热度也很高，收视破1完全是正常现象。现在江苏卫视拿出来重播，更多只是平台库存剧在利用，结果营销号却硬要把重播时第1包装成徐凯再次带飞卫视。问题是，重播剧能拿第1，很多时候本来就和档期竞争环境有关。如果同期没有特别强的对手，老剧本身底盘又不错，那拿个实第1其实并不奇怪。但营销号偏偏喜欢模糊重点，把档期弱说成统治力，把平台排播说成演员旺台，把重播稳定说成再度爆剧，最后成功营造出一种只要有徐凯，卫视就能飞的玄学感。可说到底，电视剧从来都不是靠一个演员决定生死，平台排播、题材风向、宣传力度、播出时间、竞争环境、演员阵容，这些都会直接影响最终成绩。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喜欢封招商福星平台亲儿子收视紫微星，好像演员只要站在那里，数据就会自动上涨一样。这种神话其实对演员本身并不是好事，因为一旦你今天被吹成福星，那未来只要有一部剧成绩不如预期，舆论马上就会反噬。到时候同一批营销号可能转头又开始朝铺剧体制，内娱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捧杀。所以比起那些虚浮的玄学通稿，
我反而更愿意把关注点放在徐凯自己的变化上。至少这一次，大家确实看到了他在努力跳出舒适圈。比起继续在古偶里重复自己，他开始尝试现实题材，开始主动改变表演方式，也开始让观众注意到，原来徐凯不只是脸好看。这一点其实比所谓收视福星更重要，因为演员真正能走远，靠的从来不是营销。一部剧播得好，可以有运气，一次数据漂亮，也可能吃到档期红利。但只有真正完成转型，才意味着演员开始拥有更长久的竞争力。所以这次方圆800米的成绩，我觉得可以认可，但没必要神话。你比星光美丽重播成绩稳定，也不等于徐凯一个人的功劳。营销号现在这套玄学造神玩法，说到底还是为了流量。毕竟平台正常排播没人爱看，但徐凯带飞江苏卫视就容易冲热搜。只是吹得太过，最后最容易被反噬的，往往还是演员本人。与其沉迷这些虚高的福星标签，不如踏踏实实看作品。至少目前来看，徐凯这次的转型确实比那些营销通稿更值得讨论。